Hello，各位制造业的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析。我知道哈，每天在产线最前线，又要盯良率，又要处理客诉，那个压力真的是非常大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要来帮大家拆解 AI 智慧检测这项技术。大家先放心哦，我们今天绝对不谈那些让头痛的程式码，也不讲遥不可及的理论，我会用最白话、最接地气的方式，带大家搞懂 AI 到底怎么解决工厂里那些烦人的品检问题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这就开始喽。一开始，我们很快顺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会从大家最熟悉的人工检测痛点出发，接着看看传统 AOI 到底卡在哪里，然后进入重头戏，也就是 AI 是怎么透过喂资料来学习的。最后呢，会给大家一套超实用的选型与导入7大步骤，还有目前的市场趋势。好，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聊聊人工检测的痛点。每次走进产线，看到负责把关品质的 QA 同仁们，我都觉得大家真的辛苦了。其实大家可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现在光靠人工检测，好像越来越撑不住，非得走向自动化不可了呢？除了现在到处都在喊大缺工之外，就算我们请出经验最丰富的老师傅，拿着高倍数放大镜仔细盯着看，面对现代制造业那种变态级的高标准，这套老方法真的已经不够用了。毕竟人眼就是有难以克服的先天限制嘛。首先就是疲劳，你让任何人连续盯着荧幕或细小零件看2个小时，专注力绝对直线下滑。再来是标准不一，这大家一定很有感。现场是不是超常发生那种早班觉得 OK， 晚班却判 NG 的吵架事件？第三，人的速度根本不可能跟上现在以秒来计算的产线节拍。最后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，就是精度的极限。大家想象一下哦，我们人类的一根头发直径差不多是70微米，但现在产线上的0201元件检测精度要求是正负15微米，面板对位甚至要求小于3微米。这等于是要用肉眼去挑出头发直径1/20的微小细节，这在生理上根本是强人所难啊。既然人眼有极限，我们在检测上就一定会遇到2种错误。我这边要特别强调今天的第一个核心观念，大家一定要记下来：过筛跟漏检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过筛就是把好东西误判成坏的，这顶多就是浪费一点复检的人力。可是漏检呢，是把坏东西当成好的给放行了，这真的很可怕。大家看看这个1:10:100的成本法则，你在产线上及时抓到瑕疵，成本算1；如果到了出厂前才抓到，成本已经膨胀到10。万一这个瑕疵漏检一路流到了客户手上才爆发，哇，那个客诉、赔偿还有赔上公司商誉的损失，成本可是高达100倍。所以漏检的代价绝对是远远高于过筛的。接着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来看看为了取代人力，大家最常导入的传统 AOI， 以及它为什么还是会遇到瓶颈。要知道它为什么有极限，得先了解它是怎么运作的。传统 AOI 简单来说分4个动作：打光、取像、影像处理，最后做出判定。讲到这边，我要带出今天的第2个超重要核心观念，就是在第一步的光学设计，也就是打光跟取像，这是整套系统能不能用的绝对关键。很多人会误以为检测不就是软体跟演算法的事吗？错了，如果一开始打光角度不对，相机拍出来的影像就是糊的，那我告诉你，后面不管是多顶级的演算法，还是现在最红的 AI， 神仙也救不回来。光学设计直接决定了你检测品质的天花板。好，那假设我们照片拍得很清楚了，系统准备要来判定了。这时候，产线上最常听到的一句无奈心声就是：老板，我们花了几百万买 AOI， 怎么产线尾端负责复检的人一个都没有少啊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其实这就是传统 AOI 的3大痛点。第一，
过杀率真的是太高了，明明是良品，机器却死板的判 NG， 这种误判率常常落在10%，甚至有时候高达50%，结果就是作业员要在后面疯狂手动把良品救回来。第二点更气人，就算过杀这么严重，它居然还是会有2%到5%的真实瑕疵被漏掉，特别是那些形状很不固定的深瑕疵，传统规则就是抓不到。第三点也是对我们台湾高科技制造业最伤的，就是调机超级耗时。传统 AOI 是靠工程师手动去输入一个一个的参数，遇到我们台湾工厂最常见的多样少量订单，每换一次线，资深工程师就要在那边调机调个好几天，这时间成本真的是吃不消。这就带我们来到第3部分了。到底 AI 检测是怎么靠着伪资料来突破这些困境的？注意咯，这是今天的第3个核心观念，也是这份解析最精华的地方。传统 AOI 其实是1980年代那种专家系统的思维，也就是靠工程师写死板的规则。比方说，设定亮度大于50就是瑕疵。但问题是，只要产线制程稍微有一点漂移，这个死规则马上就失效了。但是 AI-based 的 AOI 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东西。我们不再写规则了，我们改伪资料。就像教小孩一样，我们给机器看1000张良品的照片，1000张瑕疵的照片，让 AI 自己从这些范例中学会判断的标准。他学到的是瑕疵的通则，这让他变得非常聪明，而且超级有弹性。讲到 AI， 大家一定常听到一个词叫 CNN， 卷积神经网络。名词听起来超级学术，但原理其实蛮好懂的。大家可以把 CNN 想象成一个滑动的小滤镜，或者一个小放大镜，它在整张照片上来回扫描。它不是去看什么死板的亮度数值，而是去抓特征。浅一点的地方找找边缘，找找线条；深一点的地方就把这些线条拼凑起来，认出这是一个刮痕，或者是一处短路。这就是 AI 能够看懂复杂画面的秘密。那把这么厉害的技术放进产线，效果怎么样？数据会说话。实测发现，导入 AI 之后，原本10%以上的过杀率，可以断崖式暴降到4%以下。如果搭配 3D， 甚至能压到 0.5%。这代表产线尾端那一排复检的人力，终于可以去支援其他更有价值的工作咯。而且，因为机器是自己学习的，换线时的调机时间直接砍半，缩短了50%到70%。大家最怕的漏检，在 AI 的鹰眼下，检出率更是直接飙到了98%，甚至99%。听起来很心动，对吧？所以第4部分，我们马上来看看，如果你想导入，该怎么选型，有哪些步骤？首先，你要面对的就是硬体的选择，到底要买 2D 还是 3D？ 2D 看的是平面上是位置有没有歪，颜色对不对，优点是速度快，价格亲民。但 2D 有个天生的罩门，就是它看不出立体的高度跟体积。现在元件越做越小，万一吸高量不够， 2D 由上往下拍，位置是对的哦，但其实根本没焊牢，这在业界叫虚焊或假焊。这种虚焊要是出货到客户那边，绝对会出包。所以如果要抓出这种立体瑕疵， 3D AOI 现在已经是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利器了。硬体选完，接下来是架构。你要整台设备卡进产线里的 inline， 还是放在旁边独立作业的 offline？ 这边有5个很清楚的衡量指标。如果你的客户要求100%全检，产线节拍又超快，而且老板给的预算很够，那直接上 inline 没问题。但如果你只是想先试试水温，或是想要针对某几种特别难搞的瑕疵做抽检，加上预算比较紧，那我强烈建议先从单站式的 offline 智慧相机开始，这会是比较务实的做法。决定好方向后，要正式导入，请大家一定要跟着这7个步骤走。前4步是基础。第一，一定要诚实盘点痛点，设定清楚你要降低多少过杀率。第二，开始搜集大量而且标记正确的照片样本。
第3步非常关键，一定要做 POC， 也就是概念验证。先拿小批量的样品给厂商测看效果，这绝对比你盲目砸钱买错设备好太多了。第4步，再次呼应我们前面说的，把光学设计搞好，光打得对，瑕疵无所遁形。接着是后3步的落地执行，用刚刚的好照片来训练 AI 模型，然后是产线整合。这不只是把机器搬进去，还包含跟你们工厂的 MES 系统串接。最后一步，请把它当作日常，就是持续优化。大家要把 AI 当成一个刚报到的新员工，上线之后，他还是会遇到一些没看过的奇怪瑕疵，或者是产线机台用久了有一点点制程漂移。这时候我们只要把新资料继续喂给他，他就会越来越聪明，甚至未来还能帮你做到提前预防哦。最后一个部分，我们来看看实际上哪些产业已经在大量使用了，以及未来的趋势长怎样。其实 AOI 的应用早就遍地开花了，像是在 PCB 领域，高达 80% 的组装瑕疵，现在都是靠光学第一时间拦截下来的。在 SMT 表面贴装呢，就像刚才说的 3D 已经是抓虚焊的标配了，而面板业就是在挑战那种小于3微米，人类肉眼根本看不见的极致精度。不过，我觉得最能体现 AI 价值的，绝对是外观瑕疵检测，像是金属表面的刮痕，或是塑胶的天然纹理。因为这些材质表面本来就有自然的变化，传统写规则的 AOI 根本分不出来，会把正常纹理全部当成瑕疵打掉。只有 AI 这种用看范例学习的方式，才能精准分辨出什么是自然变异，什么才是真正瑕疵。我们来看看大环境的数据。市场研究指出，到了2026年，高达 60% 的全新 AOI 系统里面都会内建 AI 跟机器学习技术。这传达了一个很现实的讯息 ，AI 早就不是什么还在实验室里测试的未来科技了，它是现在进行式，是业界的标准配备。很有可能你的竞争对手现在就已经在用了。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 3D 上面，因为现在先进封装越来越发达，元件越来越小，预估 3D AOI 会占据高达 57% 的市场份额。在那些产能要求极高的产线上， 3D 早就从有了会加分的选配，变成没有它你根本交不了货的硬性需求了。听到这里，有些厂长或主管可能会捏把冷汗，想说：天哪，那我产线上那几台好几百万的传统 AOI 该怎么办？全部报废重新买吗？其实完全不用，最聪明、最务实的策略是不替换，只补强。如果你们家已经有传统 AOI， 只是过纱率一直降不下来，风险最低的做法就是在既有的产线后方加挂一站 AI 离线复检站。传统 AOI 继续负责快速抓出明显的瑕疵，剩下那些模糊不清、常常被误判的边缘地带，就交给后面的 AI 做最终确认，这样效率最快，阻力也最少。好啦，今天我们一路从产线上的缺工跟疲劳痛点聊起，搞懂了为什么漏检这么致命，也明白了 AI 怎么从写规则转变成喂资料来解决传统 AOI 的问题，更强调了光学设计打好基础的重要性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留给大家思考。回到您的厂区，看着每天运作的产线，您打算挑选哪一条线，哪一个最痛的瑕疵，开始踏出第一步，进行一场小规模、低风险的 AI 概念验证呢？知识如果不去用它，就永远只是资讯而已哦。希望今天的解析能成为各位升级产线的绝佳武器。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